男人参加面试，面试官往咖啡里吐口水，还让他把咖啡卖出去。男人仅仅花了10秒钟就把它卖了出去。没错，这个男人来了个一口闷。这就是今天的电影《上站街》。三哥是个有抱负、有能力的好青年，奈何家乡落后，在这里他只能做一名默默无闻的股票交易员。即便他浪费多少唾沫星子，还是没人给他投资。为了能施展拳脚，他决定去大城市铁岭，哦不是大城市孟买。偏偏父亲御夫守旧，不愿儿子去大城市冒险，还一言不合就动手打脸。好在妹妹支持他，让他放手去闯，别担心，自己会照顾老爸的。三哥说好，第2天就飞去了孟买。当然他并不是心血来潮，而是早有打算，计划接近偶像老王。老王是国内的金融巨鳄，年少时的他和三哥一样，家庭贫困，没人帮助，小小的年纪就以贩卖钻石为生，凭着谨慎细心，从未被警察抓到。等他长大后，泡到了富家千金，妻子的老爸正是当地赫赫有名的钻石富商。凭着富商的青睐，他很快走上了致富之路。而老王也的确是个人才，仅仅用5年时间就把5000万的公司发展到了5000亿。他交易股票的手段神乎其神，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印度的金融行情。当然，作为生意人的他，为了挣钱无所不用其极，因此少不了被人骂为骗子。可他并不在意，他关心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兜里的钱够不够富裕。三哥出来孟买，租了一间破烂房子，忽闪忽灭的灯光好像是在闹鬼。房东要求半年期租，可他却搂着房东指向对面的豪华公寓，放言自己2个月后就会搬到对面居住。第2天一早，三哥来到了名为证券之星的股票公司，只有在这里任职，他才能有机会接近偶像老王。虽然他是大学优秀毕业生，可在这家顶级公司里仍旧不够看，他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假冒别人来到公司进行面试。但很快大伙就发现了猫腻，叫安保把他撵走。为了能得到面试机会，三哥从早到晚守在公司附近，不遗余力的毛遂自荐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争取到了面试的机会。面试期间，考核官故意刁难，往咖啡里吐口水，并让三哥在2分钟内把咖啡卖给房间里的人。三哥毫不犹豫，直接把咖啡一口闷，然后掏出1张支票，整个过程只用了10秒。老板看出了他的决心，于是给了他2天试用期，而带他的人正是大花。上班后忙碌的气氛着实震撼到了三哥，他看着这群金融精英，恨不得长出3头6臂，用来打电话约客户谈投资。大花交给他一份名单，让他在2天内说服名单上任意一个老板给他进行投资。然而这份名单上的人可是公司里出了名的难搞，其中所有老板都没有投资的欲望，大家都试过了一遍，可却没人成功。但三哥不愿浪费这根救命的稻草，他打电话一一询问，结果均以失败告终。只剩下最后一位老板了，这是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，而这家公司就在今早被爆出股价暴跌。这个突发状况几乎断绝了三哥最后的希望，但他还是不死心地打了过去。老板被他说服了，决定忍痛割肉，抛售掉手中的20万股。三哥随即呼吁全公司的人，建议他们的投资人买下这20万股。大家都感觉他疯了，好在大花及时救场，把这20万股全部买下。三哥这才通过了试用期。然而众人都不知道的是，爆出股价暴跌和买下这20万股的人正是老王。低价进手，再高价卖出，一来一去，老王挣了上百亿。而三哥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大花欣赏，两人互生好感，谈起了恋爱。这天，大花带三哥去参加一个高级宴会，在宴会上，三哥见到了偶像老王。上厕所时，三哥听到一个老板向老王透露内幕，说一家农业公司的股价会从585上涨到700，建议老王购买100万股。老王当场心动，可三哥却说，即便消息不假，农业公司的股票会涨，但日后一定会迎来亏损。老板觉得三哥在捣乱，但老王却听了进去，决定放弃购买，看看发展情况。果然如三哥所料，股票在短暂的上涨后，立刻迎来断崖式下跌。老王马上赶到公司，问三哥为什么能未卜先知。三哥告诉他，这家农业公司行事霸道，会通过大肆购买土地来增大盈利，而印度农民对土地有着不可切割的情感，所以一定会抵制农业公司的发展。老王被三哥的才华所征服，于是给了三哥100亿，让他为自己投资股票，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不能赔钱。得到了老王的赏识，三哥很快成为了公司上下的红人，也很快搬进了豪华公寓。但现在他还需面对一个难题，那就是该用这笔巨款投资哪些股票。一连好几天过去了，他还是迟迟拿不准主意。情急之下，他决定搏一搏。在看到新闻上的洪水后，他断定避难所背后的公司会迎来一次股票暴涨。他立刻投了50万股。可当消息传来后，三哥的心态崩了。建筑公司老板被查出是这场洪水的始作俑者，公司的股票随之暴跌。这次失败的投资足足让三哥亏损了1.2亿。老王闻讯打来视频电话，提醒三哥抓紧盈利，千万不要
要让自己赔钱，一股巨大的压力向三哥袭来，他变得过度谨慎，不敢再做任何的投资。这时大花找到了他，透露了一则内幕消息，有家公司在今天收盘前会和美国大公司签约，股票价格必定一飞冲天。当然消息不一定准，就看你敢不敢尝试了。最后三哥还是信了，也真的从中大赚一笔，成功的在老王眼里维持了自己投资鬼才的形象。而接下来的日子就像是做梦一样，三哥和老王的关系越来越贴，两人一起赚钱，一起旅游，带着彼此的爱人共聚晚餐，如此惬意的生活过了大半年。老王突然提出要进军通信行业，他让三哥回老家调查天空通讯公司，要是没问题，自己就会竞标通信执照，收购天空通讯。回到家后，三哥才发现妹妹新婚在即，出于好意，他带着妹夫一起投资天空通讯的股票。随后他还和父亲达成了和解。三哥说，等天空通讯被收购了，就用投资挣来的钱再孟买整个大别墅，带着全家人吃香喝辣，一家人兴奋地做起了暴富梦。回到孟买，三哥对老王说，天空通讯完全没问题，只要你拿下营业执照，咱俩就能大赚一笔。而老王却说，要买下天空通讯的人不是他，而是你，我会当你的投资人，放心吧，哥哥不会害你。三哥感到是有蹊跷，但还是答应了下来。而后在巨大的媒体曝光下，天空通讯的股票在开盘的当天就涨停了，毫无疑问，三哥一家成了最大的受益人。然而就在妹妹婚礼当天，三哥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得知老王并没有给天空通讯办理营业执照，还没等他打电话向老王询问，就被证券工会的人抓走了。调查人员表示，老王已经悄悄地套现了手里价值400亿的股票，也就是说，三哥的公司面临破产，还要承担商业诈骗的罪名。三哥不愿接受眼前的一切，于是找到老王当面对质。不料老王却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他和天空通讯的人联手，利用三哥的空头公司骗取了600亿的巨款，而为自己罪行埋单的人正是被他蒙在鼓里的三哥。三哥自然不想当替罪羔羊，他发誓要毁掉老王，要毁掉他亲手建立的商业帝国。可老王却说，如果自己被整垮了，那大花也没有好果子吃。原来从一开始，大花就是老王的情妇，他一步一步设计，把三哥带到了老王的面前。但在过程中，他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三哥。没想到老王技高一筹，利用三哥的贪念，让他落入这次的圈套。事实太过扎心，三哥被打击的不轻，失魂落魄的返回公寓，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，三哥只觉得人生到了尽头。心有不安的大花赶到三哥的公寓，以为三哥想要跳楼自杀，立刻冲进了房间。但三哥意志坚强，根本没打算轻生，他打算让大花和老王付出他们应有的代价。于是他来到证券工会，准备和政府合作，将老王的公司彻底毁掉。经过深入的调查，老王一直都在贿赂高层官员，而他行贿的方式并不是给钞票，而是给钻石，因为他本身就是靠钻石发家的。而这一次运给受贿高官的钻石就藏在一辆民用货车上。经过一番搜索，在货车司机的午餐盒中发现了价值不菲的钻石。当三哥带人来抓捕时，老王立刻知道暴露了，老王的商业帝国崩塌了，三哥的爱情也化为了泡影。但和老王不一样，三哥还很年轻，他还有梦想，他决定留在孟买，重新开拓自己的事业。这部电影名叫《商战街》，看完后老弟想说，商场如战场，稍有不慎就会凉凉啊。